你不是去苏市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宋哥不应该姓宋吗？哎，咱们刘律师这回认真的吗？这衣服特贵，买了都没见他穿过。谁呀谁呀？这女主我认识吗？就是打名誉权官司的阮小姐呀。刘律师下午就出了合同，今晚必须拿下。拿下合同还是拿下人呢？如果我选择志坤的话，那我的代理律师是不是刘律师你啊？是我。那我们会按照电话里的方案来推进，对吗？哦，那是自然。我们会适时的提供一些法律建议，绝不会违背当事人的意愿。太好了，我相信刘律师的专业。那咱赶紧把合同签了吧。啊，这么快吗？不急，合同晚几天也没关系。至于网上的舆论发酵，耽误几天而已，问题也不大，是吧，刘律师？怎么就问题不大呢？不行，这个事情耽误不了。舆论多发酵一天，我们就多承担一份风险。阮月，你仔细看一下合同，有什么问题现在就问我，不用见外啊。2份合同我都已经签好字了。好。我没什么问题。好。刘律师，起诉的话，我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呢？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网络平台上污蔑、诽谤你的关键记录到公证处进行网络证据保全，我会协助你。另外，暂时不要对外透露你起诉的意愿，以免打草惊蛇。至于其他的，哦，等一下，我的代理人不是刘律师你吗？徐律师，你也要参与吗？刘律师出席庭审，我参与被诉。哦。但是我没有办法同时支付2位律师的委托费。哦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他是个人学习，不用向他支付费用。再说了，咱俩这关系，我可以给你打一个8折。谢谢你，刘律师。其实我也有几个业内的朋友有著作权纠纷的官司，我可以介绍许律师去他们那边研究学习。我倒是没意见。刘律师同意吗？毕竟这个也不是志坤的案子，所以如果许律去参与的话，在所里面影响也不太好。是吧？许律师，我理解的你参与背诵的意思是，你会在案件的思路上帮助刘律师，而不是全部背诉的第一步，全面了解案情。所以所有的资料你都要看，包括小说的全部内容。阮小姐的小说里是有什么不方便透露的内容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行，合同咱也签了，我拉一个工作群吧，这样日后我们好沟通嘛，好吗？好的。前方1000米，即将驶入机场快速路。
们案件中小说情节梳理这部分由许律师来负责，有什么问题，随时都可以问他。刘律师，小说情节梳理这部分，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跟你对啊？在反调色盘的对比上，许律师更有经验。我是觉得许律师在国外有时差，太不方便了，而且他应该比较忙。时差问题你不用担心，他是个夜猫子，而且就算再忙，也得看在我的面子上为这个案子挤出时间。资料整理完以后，你可以直接发到群里。喂，兄弟，这个案件类型是你擅长的吧？你让我在群里头说这个案件你负责，我做了，结果人家阮玉说话，你又装死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样搞我很难做人的。你如果实在觉得处在中间很难受的话，要不坐过来？好吧。哎呦，你可以让他直接加我的微信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这次突然回来就是为了阮玉。诗诗犯了点事儿，这个理由好烂呀，真的假的？你有时间在这八卦，不如让当事人直接联系我。不对呀，让人家主动联系你干什么？哎呦，不会是你加了人家，结果人家没有通过？瞎说！哎呦，那就是栽中了哦。看来在被拒绝的方面，刘律师比我有经验啊。有事没事没事挂了啊。哎，我还没挂呢。什么不比你有经验呀？这是我初步整理的诽谤记录。今早我已经到公证处做过证据保全了，辛苦两位律师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。不然你单独加他微信吧，他工作群太多了，可能有的时候看不过来。我加许怀颂的微信。4308。当年把他的个人资料来回翻了3年，都没找到理由加他好友。10年后，这理由倒是来了。老天是不是也太造化弄人了？该说什么呢？许律师，
你好，我是阮玉。不行，这太正式了。不行，这太呆板了。哎，这怎么办呀？不行，不能加。这单独跟他聊小说内容也太尴尬了，万一我露馅了呢？人家一个外行的小姑娘，居然宁愿单独摸索着去做证据保全，也没让你协助，看来是真不想跟你打交道啊。怎么加上好友的？那我刚刚的验证信息内容是什么？啊？请坐。还有件事啊，刚才有个同学在礼堂捡的一个手机，有没有人来认领一下？没人要啊？谁的手机？这个不学习就要嫁给我的同学，赶紧上台来把你的手机领走吧。谁的手机？老师，对不起，是我的手机。以后手机就不要带到学校来了，好好学习吧。谢谢老师，对不起。怎么加上好友的？那我刚刚的验证信息内容是什么？啊？许律师，你好，我是阮玉。许律师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那个，我发来的验证内容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许律师，刚才的验证信息我不小心按错了。许律师，你现在在美国吗？
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。抱歉，打扰你休息了。等你方便的时候，我们再谈吧。咖啡白喝了？旧金山时间下午5点吧。下午5点。啊？8点？岂不是一睁开眼就要跟他谈案子了？没事儿，好歹还隔着1万多公里呢，不用面对面谈。来走。这么迟了。在加州当律师，许怀松应该不是这么清闲的人吧？不会干等我的。许律师，实在抱歉，我起晚了。你现在有空吗？那直接开始吗？面谈吧。他不是在旧金山吗？视频。视频？冒昧请问，这个案子有必须要视频面谈的部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太方便。多久？都说在前男友面前不能输阵，前男神跟前男友只差了1个字，这么邋里邋遢也不行吧？10分钟。最爱的毛衣，换了新裙，看过戏，风在窗前。
气都变得浪漫。当你出现这也太不正式了吧。终于唤醒。许律师，我这边可以了。许律师好。阮小姐的原稿篇幅有点长，我先粗略的过一下。比较长的话也可以不看。写的还不错，可以看得下去。谢谢。许怀颂这个家还真是冷不溜秋，毫无生气啊。许律师，你喝的这是黑咖啡吧？这么大口喝黑咖啡，我还是头一次见的。习惯了。反调色盘的制作有什么想法吗？啊。阮玉啊，阮玉，你在干什么？许律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去拿一下资料。那个许律师，我去拿一下资料。许律师，那个，之前呢，一位业内的朋友已经帮我做了一部分的反调色盘了。我从中摘取了几个例子，觉得可以作为反击的方向。说说看。第一个方向是情节上的，比如我在第10章写到的男主角和几个配角的对手戏，就是吃炸鸡那个情节。吃，你放学弄个梯子来，放后备箱跟那儿啊。什么梯子干什么呀？你明知故问，当然是翻墙出去买炸鸡啊。许怀颂这种清冷优雅和露水长大的人，难道会跟他们沆瀣一气，为贪吃炸鸡违反校规吗？你作业写完了吗你？我没兴趣。什么写啥呢？写什么作业呀？你不去，我把手机给老阮了。哎呀，完了！要是交给我爸那暴脾气，许怀颂就完蛋了。吃炸鸡去啊！我得想想办法。去不去啊？谢谢老师，等我用完了，我马上给您还回来。不急的，这个梯子让老师慢慢用，回头得空了还回来就行啊。谢谢老师。
许怀颂，这下他们不会为难你了吧？就算是真实发生的事儿，但过了这么多年，他应该也不记得了吧？这个情节怎么了？这个情节写诗人那边也有，但是仔细看，我们的描写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这边是女主视角，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她的暗恋心迹，但是写诗人那边是男主视角，后续是一段男主角的心理描写，说他其实很喜欢吃炸鸡，但只是因为当时女主角就在附近，他觉得翻墙这个行为很丢脸，所以才故意表现的不食人间烟火。我觉得写诗人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男主角的表里不一。你没事吧，徐律师？所以，后来把梯子还回去了，你有挨罚吗？他问的是我，不是书里的女主。难道他已经看过我的微博，知道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啦？徐律师，你看过我的微博吗？没有啊。阮小姐的微博有什么我需要特别关注的吗？如果有，我现在可以看一下。没有没有，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，没有什么需要看的。我们继续。刚刚说了哪儿了？哦，刚刚说到我把梯子……哎呀，不是，我都被徐律师你说晕了。徐律师，我纠正一下，我们现在聊的不是我本人，我们说的是我小说里的主人公，而且你刚才那个问题跟我们的案子也没什么关系吧？阮小姐，为了这个案子能够取得我们双方共同的满意，作为你的代理律师，我希望你能够100%的信任我，而不是质疑我的专业能力。哦，那女主有没有受罚，跟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写诗人写了，第二天，男主看到了女主在罚站。如果说你的女主也挨罚了，幸好我觉得女主太惨了，所以没把这段写进去。徐律师，你真是目光如炬，我刚刚差点错怪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继续第二个情节吧。哦，第二个方向是人设上的。虽然呢，这两本书有很多撞梗的地方，但是男主的人设其实很不一样的。在我的小说里，男主安静优雅，成熟稳重，虽然性格高冷，但是内心很温柔，还是很有内涵的学霸。哥，我又把阮玉学姐的小说重新看了一遍，怎么在她那儿你就成了这么一朵高岭之花了呢？哥，你以前是不是每天在她面前装模作样啊？哦，现在看来阮玉学姐应该喜欢那种调调的。哥，你要小心哦，不要人生崩塌哦。你作业太少了，
写诗人那边的男主，我总感觉，如果说我的男主气质比较像是《流星花园》里的花泽类，那写诗人的男主反而有点像《流星花园》里的道明寺。别动啊！这是我给阮玉的。哦，阮玉，又是给阮玉的，这个给阮玉的。这个阮玉天天来追啊，那必须。喂，女人，刚在食堂看到你爱吃的烤玉米，拿去。不必，又是你啊！什么十班道明寺？你以为你什么霸道总裁吗？哼，幼稚！看什么看啊？不知道阮玉是我看上的人啊！我没有把你告到老阮面前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你要是再对我死缠烂打，打扰我学习，咱们就教导主任办公室见。阮玉。还有，道明寺了不起啊？我喜欢的是花泽类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我可能说的太复杂了，简单总结一下就是，我觉得写诗人的男主很贪玩，很幼稚。那个年龄的男生，不都差不多？怎么没有？怎么会差不多呢？写诗人的男主跟我的男主可差太多了。你看他成天为了炸鸡可乐费尽心机的，这还不贪玩吗？而且他为了博得女主好感，每天都在女主面前装模作样，这还不幼稚吗？这跟我的男主一点就不一样。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些情节可以证明，你等等，我找给你看看。不等了，今天的会就先到这儿，改天继续。这么突然就挂了吗？怎么好像还有点生气啊？我说的又不是他。做啥梦呢，大兄弟？能问出这种问题，那这辈子是铁定做不了高冷贵族了。高冷要优雅，要胸有成竹。这么高冷吗？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徐律师，你睡了吗？没什么要紧事儿，我就是想请教一下，今天的会上我是不是哪里说的不对？你怎么突然挂了视频啊？没有，当时来了别的工作。不过我也确实认为，阮小姐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，大肆批判对方的男主，
这样不客观、不理性的状态，并不适合继续谈案。原来是因为这样，太严格了吧？许律师，你误会我了，我那只是因为看你不认可两个男主的不同，有点着急。我认。喜欢的根本就不是我，这个牌怎么摊？